继辽宁舰之后，山东舰也来到了关岛附近进行训练。与此同时，美军航母也正在全速赶来的路上。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3天的环岛军演结束后，山东舰航母并没有结束任务返航，而是在台岛周边继续巡航。而根据御用摄影师日本海自传回的消息，山东舰现在已经离开了台岛海域，向着太平洋更远方出发，目前已经抵达了关岛周边海域，在关岛周边进行实战演练。与此同时，我国海军山东舰的副舰长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山东舰将会在今年达到最佳状态，也就是说，在今年山东舰将会正式官宣具备实战能力，我国将进入双航母舰队的时代。在去年，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同样也抵达了关岛附近海域，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演练。而今年，山东舰也同样抵达关岛附近海域，并且这次的阵仗可谓是相当强大，有着一艘5万吨级别的901型补给舰和23000吨级别的 903A 补给舰之外，还有2艘4200吨左右的 05C 护卫舰，一艘055万吨大驱延安舰，一艘052地驱逐舰焦作舰，再加上山东舰，这支航母编队的总吨位已经超过16万吨，称得上是一支完整的航母战斗打击群了。早在本月中旬，山东舰就出现在了冲之岛礁的东南附近海域。如果说山东舰不改变航线，保持匀速行驶的话，那么山东舰现在已经抵达了关岛附近500千米附近海域。以这个距离计算的话，山东舰上搭载的歼15舰载机已经将关岛纳入了打击范围。而在这一路航行途中，山东舰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的行动。在10日到16日的这7天时间里，御用摄影师统计山东舰总共进行了210架次的舰载机起飞，其中战斗机140架次，直升机70架次。如果说算上在环岛军演3天时间里出动的120架次舰载机，那么山东舰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出动了总计330架次。考虑到山东舰作为一艘6万吨的航母，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出动330架次，还是在训练任务下，这绝对是一次高负荷运行了。这从侧面证明了山东舰已经具备充分的实战能力。当前在这一片的，除了几艘美军闪电航母之外，就只剩下一艘尼米兹号航母了。在解放军进行为期3天的环岛军演期间，美军就出动尼米兹号航母前来监视，并且为了避免引起某些不必要的误会，还后撤了500公里远离台岛海域。而当山东舰结束在台岛周边的任务南下之后，尼米兹号航母也马不停蹄地南下进入南海，参加美菲之间举行的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军演，并为美军在黄岩岛周边海域动用海马斯火箭炮击沉靶船镇场子。按照尼米兹号的部署周期来看，结束本次的肩并肩军演后，尼米兹号就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到了那时候，这艘航母就要返回美国本土。但是现在山东舰已经抵达了关岛附近海域，尼米兹号航母由于前出南海，即便是想要到关岛回防，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而且就算过去关岛了，到了那时候，山东舰在关岛附近的训练也早都结束了。所以美军在这时抽调了卡尔文森航母，让这支原本在本月中旬才抵达夏威夷的编队快速起航前往关岛。按照目前这速度来看，已经到达了中太平洋，再等个几天就能抵达关岛。而根据御用摄影师在21日公布的消息，轰6也没有闲着，在当天从宫古海峡上空由东海飞入太平洋空域，并向东南方向飞行，随后原路返飞至东海空域，并且由于本次御用摄影师没有监测到我国轰炸机调整航路掉头的位置，这代表此次轰炸机南下的航程相当之远。结合此前山东舰的位置，
这次很有可能是在与山东舰进行联合演练。那是什么演练呢？自然是对关岛的模拟轰炸打击演练了。辽宁与山东2艘航母都先后前往关岛附近进行演练，特别是这次的轰6也很有可能前往这一地区，和山东舰进行联合打击演习，都代表我国已经有了突破美军岛链封锁的能力。之前是第1岛链拦不住解放军，所以美国在第2岛链加大了部署。但现在位于第2岛链处于核心地位的关岛同样也不安全，我军航母以及轰炸机都能够实现火力覆盖，更别提东风系列的导弹了。因此这次的山东舰前出关岛，代表我国已经具备了远距离作战能力，同时也是在震慑美军，告诉美军我国航母也能够自由航行。